你是否曾感受到生活在一个永不关门的精神法庭中的那种耗尽精力的重负？在那里，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矛盾的是都是你自己。察觉你的头脑是如何像一个无情的评论员那样运作的，叙述着你的一天中的每一秒，不仅观察发生的事情，而且瞬间将每个事件贴上好或坏、公平或不公平、威胁或机会的标签。这个持续的声音不给你喘息的机会，它将地铁上陌生人一个简单的斜视转化为一种深刻的人身冒犯，并将一条已读未回的信息转化为关于你作为人类价值的最终判决。你醒来时就已经处于防御姿态，睡觉时则完全精疲力竭，不是因为你在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努力，而是因为在内心审判和被审判的情感马拉松感到一种停留在肩膀和下巴的紧张。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身体信号，表明你正处于与现实的持续战争中。那令人解放但痛苦的真相是，你并不是因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而受苦，而是因为你对自己讲述的关于所发生事情的那个僵化且戏剧性的故事。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一种受控的幻觉状态中，赤裸而残酷的现实很少被感知，因为它立即被厚厚的过去解释、未来恐惧和当前不安全感所掩盖。当你对交通感到愤怒时，激怒你的不是汽车的金属，而是你幼稚的坚持，世界应该按照你的节奏旋转。当你因批评而受伤时，伤害你的不是那些响亮的词语，而是你赋予它们的可怕含义。这种持续的判断过滤器耗尽你的生命能量，窃取你的战略清晰度，并使你受困于一个反应循环中。在那里，你成为外部环境的傀儡，随着世界决定演奏的混乱音乐起舞。但是想象一下，哪怕只是片刻，如果你能找到这个内部叙述者的静音按钮，并最终体验纯粹观察的强大寂静，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将对你的感知进行一次深度手术，以关闭这个自我折磨的机制，并通过7个真实感知过滤器，将对你头脑的最高控制权交还给你。这不是关于变得冷漠或无动于衷，而是关于获得一种透视般的视野，穿透情感幻觉，看到真相，允许你走过混乱而不被其玷污。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承诺，将你从印象的囚徒转变为你自己和平的建筑师。在我们开始解剖现实之前，我希望你现在就对你的转变做出公开承诺。订阅频道，留下你的点赞作为出席的标志，并去评论区声明我看见了真相。在写下这句话时，你不仅仅是在输入文字，你是在与自己签署一份不可撤销的合同以觉醒。我们今天寻求的解决方案不是肤浅的积极思维技巧，而是一种经过战斗检验的思维技术。古人称之为中立观察，或真正的斯多葛学派的不动心。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里立即进行一次残酷的重构，以对齐我们的期望。不评判并不等同于被动、软弱或顺从地接受不可接受的事物。相反，观察一个事件而不瞬间给它贴上标签的能力，是一个人在现代世界中可以发展的最高形式的至高战略智慧。当普通人浪费他们宝贵的精神处理器，处理想象中的冒犯，制造灾难性场景，并与风车搏斗时，斯多葛主义者保留他们的数据和生命能量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将持续的评判视为耗尽你内部电池的能量泄漏。关掉这个水龙头是积累以手术般精确度行动所需力量的第一步。要明白，不评判的练习并不意味着没有意见或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它意味着拥有在情感扭曲和毒害事实之前看到原始事实的纪律。这是看到地上破碎的玻璃杯与因玻璃破碎而感到压倒性愤怒之间的根本区别。玻璃变成碎片是一个物理事实，一个中立且不可否认的现实，只需要一把扫帚和小心谨慎来解决。愤怒、挫败感和那种这种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受害者思维是可选的附加物，是你覆盖在事件上的戏剧层，模糊了你的视野并推迟了实际的解决方案。中立观察是看着碎玻璃，只看到玻璃的能力，保持脉搏稳定和头脑专注于清理，而不是浪费宝贵的描述哀叹命运，或在你的精神法庭中寻找罪魁祸首。为了将这种练习锚定在千年智慧的坚实岩石上，
我们求助于艾比克泰德，那位成为人类心灵最伟大导师之一的奴隶，他留给了我们最有价值的教训。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当你内化这个激进的真理时，你会意识到外部世界没有内在的力量在没有你明确同意和精神配合的情况下伤害你。马可·奥勒留，那位在统治自己时同时也统治着已知世界的皇帝，每天都在练习这一点，将奢侈品和复杂情况分解为它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以去除头脑投射在它们上面的欺骗性光环或毫无根据的恐怖。通过采取这种姿态，你不再是表象的反应性奴隶，并承担起观察者的职责，那个看到现实架构并以至高无上且不可动摇的冷静驾驭它的人。你应该安装在感知镜头上的第一个过滤器是物理描述技术，这是从马可·奥勒留那里继承的一种直接方法，用于拆除事物的光环或恐怖。规则很简单，但极其有效。仅使用动词和名词描述你面前的事件，无情地剔除所有带有情感色彩的形容词和副词。你的头脑沉迷于戏剧，会竭尽全力抵制这一点，因为他喜欢用夸张的颜料为现实着色，以证明其失控反应的合理性。当有人对你大喊大叫时，你的本能是叙述他残酷地羞辱了我，但物理描述过滤器要求你只说他提高了音量并发出了高频的声音。通过这样做，你移除了你的冒犯感通常挂靠的情感钩子，让事件赤裸裸的呈现，失去了对你的力量。应用此过滤器的困难在于，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去解释，而不是去观察，将事实与我们对事实的看法融合在一起，直到它们变得无法区分。你的头脑想要成为故事的英雄或受害者，而物理描述偷走了这个角色，将一出希腊悲剧变成了一份无聊的技术报告。你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瘙痒，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向情境添加不公平或可怕等形容词的欲望，因为这验证了你的痛苦并允许你自怜。然而，自由正是存在于这个阻力空间中。通过拒绝形容词，你拒绝了痛苦进入你的内心堡垒，将门锁上，不让那些试图掠夺你和平的情感入侵者进入。想象你是一个无菌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透过厚厚且牢不可破的防护玻璃，观察一种危险的化学反应。外面的世界可能在混乱中爆炸，人们可能正在失去理智，但你在玻璃的这一边，只是冷酷精确地记录数据。受试者 A 移动了手臂，汽车 B 撞上了障碍物，没有空间容纳那个白痴撞了车或那个疯子攻击了我，只有运动物体的物理学。这种临床姿态不会让你变得不人道，它让你对感染大众的情感传染免疫，允许你看到局势的机制，而不被他人戏剧的引力吸走，从而保护你的理智。想想马可·奥勒留关于豪华宴会的经典隐喻，当所有人都看到美味佳肴和美酒时，他只看到一条死鱼的尸体、一只死猪的躯体和发酵的葡萄汁。他使用物理描述去除了社会赋予物品的炫目外衣，看到了社会幻想之下的原始生物现实，将此应用于你当前最大的恐惧或欲望，剥去你想象力缝制的奢华衣服，看看它的本来面目，以其最基本和物质的形式。通常你会发现，那个在黑暗中困扰你的怪物，只是椅子上的一堆衣服，因光线不足和你允许头脑创造的多余形容词而变成了幽灵。当掌握了物理描述后，你不再是你自己不幸的悲剧诗人，而变成了现实的法医专家，能够分析犯罪现场而无需对着尸体哭泣。你会意识到，你大多数的问题并不存在于物理世界中，而只存在于你覆盖在世界之上的语言层中，存在于你讲述的关于所发生事情的故事中。交通不是地狱般的，它只是一群静止车辆的聚集。迟到不是不尊重的，它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当你去除语言的情感负荷时，现实就失去了那些似乎准备吞噬你的锋利牙齿，变成了某种可管理的、可跨越的，而且往往是无害的东西。这种练习在刺激和你的反应之间创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回旋空间，一种神圣的喘息，让智慧可以在情感劫持方向盘之前运作。你不再是带着愤怒或恐惧瞬间反应，而是获得了选择处理情况的最佳工具所需的时间。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确的行动，
而不是像被困的动物一样狂怒。你开始看到危机只是一个后勤情况，而攻击只是他人投射在空气中的不安全感。从这个过滤器中产生的清晰度，是姜斯多葛式领袖与困惑的只有区分开来的超能力。当他们为打碎的玻璃哭泣时，你已经在寻找扫帚了。因此，这一点的结论是一个主权声明：谁控制了定义，谁就控制了反应。从今天起，你是你生活字典的唯一作者，没有人有权为你将一个事件定义为羞辱性的，只有你可以通过你的内部描述接受或拒绝这个标签。通过物理描述，你收回了你不自觉地委托给外部环境的权利，提醒自己现实是中立和沉默的。你听到的任何评判情况的声音，归根结底都是你自己的声音，而你现在有力量让它沉默或重新教育它。第二个基本过滤器是分离，这是一种外科手术般的能力，能够以绝对的精确度区分什么是你的问题，什么是别人的问题。这里的基本规则是认识到他人的行为、言语和感受属于他们，是他们故事、创伤和局限性的产物，并不定义你是谁。内部冲突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在其脆弱的傲慢中相信自己是宇宙的引力中心，假设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我们存在的直接回应。当有人对我们不好时，我们的直接倾向是问我做了什么，或断言他不能这样对我，吸收了不属于我们的毒药，将别人的情感垃圾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疾病。未经训练的头脑猛烈地反抗这种分离，因为将一切个人化有一种变态的舒适感，一种扭曲的感到重要的方式。即使是作为受害者，接受对方的粗鲁与你无关，可能看起来矛盾的是，对自我是一种否定。自我宁愿被恨，也不愿在别人的故事中无关紧要。然而，坚持背负他人选择的重量，就像试图背负火车上所有乘客的行李，你会精疲力竭，动弹不得，无法照顾你自己的手提箱。那是你拥有的唯一真正责任。拒绝分离精神领地是大部分社交焦虑和人际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些冲突耗尽了你的日常活力。想象一个邮递员试图在你家门口递送一个装满有毒垃圾的包裹，如果你不签收据，也不开门，包裹就留在他那里。处理垃圾的问题仍然完全是他的。侮辱或破坏性的批评正是那个包裹。只有当你接受它，当你把它带进你的精神家园，并开始拆开它，分析内容并弄脏自己时，它才会成为你的。分离过滤器是你关上的那扇装甲门，无声地说，这是你的，不是我的。你可以保留你的愤怒，因为我在这里对此毫无用处。有一个关于禅宗大师的古老轶事，他被一个好斗的武士侮辱，武士试图通过向他的脸吐口水和喊叫恶毒的侮辱来激起他的反应。大师保持不动，平静地擦了擦脸，继续他的冥想。对此，武士沮丧地问他为什么不反击。大师回答说，如果有人给你一份礼物，而你不接受，这礼物属于谁？武士说，属于提供者。正是。大师说，你试图把你的愤怒交给我，但我没有接受，所以它继续是你的，只烧伤你自己的手，而不是我的。这就是分离的本质，让火在它开始的地方燃烧，而不允许火花跳进你的内部森林。我们以这样的确定性结束这一点。你的平静是一个主权领地，只有当你放下吊桥时，入侵才会发生。通过分离什么是你的和什么是别人的，你节省了以前用于处理他人戏剧的大量能量，释放这种潜力来建设你自己的生活。你轻装走过世界，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容易了，而是因为你停止搬运别人在路上留下的石头，最终明白他们的旅程是他们的问题，而你的精神完整性是你唯一且神圣的责任。当应用分离过滤器时，你开始不把难相处的人看作强大的敌人，而是看作他们自己行为模式的囚徒，在他们失控情绪的暴政下行动。你发展出一种疏离的同情心，理解那个在交通中大喊大叫的司机是在对他自己的生活挫折大喊大叫，而你只是一个配角，在他自己头脑中导演的戏剧电影中的一个临时演员。这种视角的转变从你的背上卸下了世界的重量，因为你意识到你不需要修复、理解或吸收任何人的疯狂来获得平静，你只需要不与他混在一起。
这个过滤器的持续练习创造了一种心理上的特氟龙涂层，他人的消极性和投射滑落，而不在你的自我形象上留下痕迹或残留物。你变得能够听到批评，并只提取有用的数据，抛弃情感基调和冒犯意图，就像他们是水果无用的果皮一样。你的情绪稳定性不再是你老板的心情，你伴侣的耐心或陌生人教养的人质，它变成了一种内部常数，由你建立的清晰且不可协商的边界所保护。第三个过滤器是时间，这是一种视角的工具，无情地问，这在5年后甚至5个月后真的重要吗？规则是将当前问题投射到一个扩展的时间线上，以测试其真实的相关性和重量。人类的头脑患有慢性的现在近视症，一个小小的当前障碍占据了整个视野，看起来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仅仅因为它紧贴着我们的鼻子。我们痴迷于粗鲁的电子邮件、衬衫上的污渍或讽刺的评论，仿佛他们是将决定我们命运的灾难性事件，完全失去了在生活大挂毯中的比例和规模感。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即时情绪的欺骗性强度，它尖叫着现在是永恒的，当前的痛苦永远不会过去，制造出一种虚假和绝望的紧迫感。你的神经系统对一次不成功的工作演示的反应与对捕食者攻击的肾上腺素释放相同，无法区分对生命的威胁和对瞬间自我的威胁。抵抗这种紧迫感需要有意识的抽象努力，需要从飓风眼中走出来看完整的气象图。这是专注于即时生存的原始头脑所厌恶的。想象你正在使用数码相机的最大变焦，聚焦于汽车油漆上的一个小划痕，在那个屏幕上，划痕就是存在的一切，一个毁灭的峡谷。时间过滤器是旋转镜头并缩小变焦的动作，首先揭示整辆车，然后是街道、城市，最后是从太空看到的地球。在那里，划痕在数学上是不可见的。我们需要的大多数日常悲剧之所以存活并造成痛苦，只是因为我们将变焦锁定在最大。当把相机拉远时，事件的微不足道就显露出来，笑声取代了焦虑。还记得整整3年前那个夺走你睡眠的压倒性担忧吗？可能不记得了，或者如果你记得，它现在看起来像一个苍白而遥远的记忆，没有了当时看起来难以忍受的电荷。那个看似世界末日的事件，只是你传记中的一个逗号，被时间的沙子消化和遗忘。时间过滤器邀请你用你3年后将采用的同样的冷漠来对待今天的问题，预测未来的智慧，并将其带到现在。黑客时间顺序以获得及时的平静。通过应用这个过滤器，你不是在否认问题的存在，而是否认了你的焦虑想要赋予它的夸大的重要性。你成为你自己生活中的时间旅行者，能够拜访未来的你，并问：这杀了我们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紧张感瞬间消散。你意识到生命是漫长的，由数百万个时刻组成，允许单个不愉快的时刻污染所有其他时刻是一个统计计算错误，是对你情感资源的错误管理。这种时间视角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韧性，因为你明白一切都是暂时的，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当前的状态只是一个过往的车站，而不是最终目的地。当面对时间的浩瀚时，压力就会溶解，因为自我在永恒面前无法维持其戏剧，它需要及时性才能生存。通过去除紧迫感，你移除了痛苦的燃料，只剩下要执行的实际任务。这一点的结论是通过规模获得的不动心的力量。你变得比你的问题更大，因为你的头脑居住在一个更广阔的地平线上。对于注视山顶的人来说，打倒普通人的只是一个绊脚石。通过使用时间过滤器，你确保你的精力只花在经得起岁月考验的事情上，将你的生命投资于持久的事物，让短暂的事物像它们原本的尘雾一样蒸发。第4个过滤器是非人格化，这是一种激进的练习，即从任何事件的等式中移除我，以看到客观现实。规则是将你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视为发生在匿名的第三方身上，或者视为没有定向意图的自然现象。我们的自我是某种自我参照的机器，被编程为相信宇宙在支持或反对它。如果你的野餐那天下雨，
自我会说天气在跟我作对，忽略了雨是一个巨大的气象过程，对你的休闲日程漠不关心。这种持续的个人化是令人筋疲力尽的受害者心态的源头。每一个障碍都被视为命运的人身侮辱。这里的困难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自我保护的本能将我们置于所有叙述的中心，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停用这个中心，并将自己仅仅视为棋盘上的另一枚棋子，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的国王，需要一种刺痛自尊的智力谦逊。我们想相信交通拥堵是为了让我们迟到，老板粗鲁是为了伤害我们，因为这讽刺的让我们感到特别，是被更强大的力量选中的目标，而不是仅仅是混乱和随机世界中的附带损害。想象你透过窗户观察一场暴风雨，你不会对闪电感到生气，不会与雷声争论，也不会因为风吹倒了你的垃圾桶而感到不受尊重。你接受暴风雨是一种自然力量，不可避免且非人格化。非人格化过滤器要求你完全像看那场暴风雨一样看那个脾气暴躁的老板、不理智的客户或困惑的伴侣。复杂的自然现象由你不知道的内部气压驱动，他们不是在对你做这件事，他们只是在下雨，而你恰好没有带伞在外面。当你从他对我大喊大叫这句话中移除我时，只剩下有一个喊叫声。冒犯的痛苦几乎完全存在于对我这个词中，在你画在自己胸口的靶子上，通过抹去这个靶子，箭直接穿过，击中虚空，没有找到肉体来伤害。你开始观察他人的行为，就像他们在独自下棋时的棋子移动，把自己从偏执的需要防御，实际上只是他们内部混乱表达的攻击中解放出来。这种去人格化带来了一种轻松且近乎游戏的自由，你不再是一出戏剧中受苦的主角，而变成了人类喜剧的好奇观众。你能够冷静地从战略上分析情况，老板很生气事实，这一定是由于股东的压力原因。最好的行动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冷静地展示数据解决方案。没有受伤自我的重量，你的反应变得敏捷、智能且无限有效。非人格化过滤器将世界从一个充满敌意的战场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你不再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开始问这是什么。这个小小的语言转变改变了你所有的生化反应，降低皮质醇并提升发现的多巴胺。你变得不可触碰，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缺席。那里没有人被冒犯，只有一个清晰的意识在观察事件的流动。我们以战略隐形的力量结束这一点，通过将你的自我从火线中撤出，你对日常的流弹免疫。世界继续旋转，人们继续犯错，但这都与你无关。这种理解是真正刀枪不入的关键。如果你不把自己放在宇宙中心受害者的神坛上，你就无法被击倒。第5个过滤器是内部沉默，这是一种在信息还在到达时倾听和观察而不制定回答或评判的纪律。规则是创造一个精神真空，一个神圣的暂停，在你开启处理机器之前完全接收数据。我们大多数人不是为了理解而听，我们是为了回答、反驳、同意或强加我们的观点而听。当对方说话时，我们的头脑已经在尖叫反对意见，排练反驳，并给话语贴标签，这使我们对所传达内容的细微差别和现实充耳不闻。内部冲突是自我的不耐烦，他害怕沉默，就像害怕死亡一样。他想用自己的意见填补每一个空间，相信他的声音是那一刻验证其存在的唯一东西。在被信息轰炸时，保持头脑安静，尤其是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信息，需要对注意力的肌肉控制，一种意志力来按住那些想在第一个威胁信号出现时就扑向对话者喉咙的意见看门狗。这里完美的隐喻是满杯水。一位禅宗大师曾经给一位博学的访客倒茶，直到茶杯一出烫到了桌子。当访客抗议时，大师说，你就像这个茶杯，充满了你自己的意见和推测。如果你不先倒空你的杯子，我怎么能教你东西呢？内部沉默过滤器是每次互动中不断倒空杯子的行为，提供一个干净且包容的空间，以便当下的真相可以着陆，而不被你预想的旧液体扭曲。想想一次激烈的争论，如果你不打断或计划你的反击，而是激进的决定只是倾听，观察对方的话语、肢体语言、
愤怒背后的恐惧，傲慢背后的不安全感。在这种专注的沉默中，你捕捉到了会在辩论的噪音中被忽视的信息，你看到了隐藏的痛苦，未被满足的需求，微妙的逻辑缺陷。沉默不是被动，它是高水平的情报收集。当对方说话耗尽精力时，你积累了理解的弹药。通过练习这种沉默，你减慢了互动的时间，反应的压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理解的好奇心。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回答什么，仅仅提供专注的沉默这一行为就拆解了对方的攻击性。对方原本期待阻力，却只发现了空间。沉默就像一面镜子，将对方的话语反射回去，允许他自己看到他话语的不连贯，往往导致他在你不需要说一个字的情况下自我纠正。这个过滤器给了你起手的优势，在对手做出仓促移动时研究棋盘，你节省了花在徒劳打断上的精力，并获得了只说必要话语的精确度。在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确切时刻说话，你的话语当最终从沉默中浮现时，承载着反应性、喋喋不休、永远不会拥有的重量和权威。这一点的结论是保留的力量。谁说的少，听得多；谁听得多，知道的多；谁知道的多，控制局势。内部沉默是真正权威的基础。通过掌握让内部声音闭嘴的艺术，你成为对话的主人，不是通过音量，而是通过你有意识存在的深度来引导它。第6个过滤器是事实接受锚定在命运之爱 amorphity amorphity 的概念和简单的前提上，这就是本来的样子。规则是瞬间将你的头脑与当前的现实对齐，停止所有针对已成事实的战争。人类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什么与我希望是什么之间的距离。我们花费了不可估量的精力与现实争吵，在内心尖叫，不应该是这样，仿佛我们的愤怒拥有让时间倒流并重写历史的魔力。这里的冲突是幼稚希望的固执和拒绝接受损失或不是。头脑执着于理想化的场景，并拒绝将真实场景视为系统的错误，进入一种瘫痪行动的否认或反抗状态。对于不成熟的自我来说，接受事实似乎是一种失败，一种向敌人投降，而实际上它是任何真正胜利的唯一可能起点。如果你拒绝接受风的方向，你就无法航船，与风争吵只会撕裂你的帆。这里我们回到前提中的脏玻璃隐喻，想象你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开车，你的挡风玻璃被泥浆覆盖，你的评判，你的否认，这里不应该有泥，谁弄脏了这个，谁弄脏了这个，只是你扔在玻璃上的更多污垢。你越抱怨泥浆，你看到的道路就越少，发生致命事故的机会就越大。事实接受过滤器是挡风玻璃雨刷，它不问泥浆从哪里来，或它在那里是否公平，它只是用干燥而持续的动作将其移除，恢复能见度，以便你可以继续驾驶并生存。这也是电影制作人与角色隐喻达到顶峰的地方。屏幕上的角色因为婚礼那天下雨而哭泣，电影制作人知道雨创造了更好的照明，并为场景增加了质感。通过接受事实正在下雨，你上升到了电影制作人的椅子上，你不再为雨受苦，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带着雨拍摄场景。玻璃碎了，事实；项目失败了，事实；事实接受消除了事件与适应之间的情感延迟，允许一种对于那些受困于抱怨中的人来说看似超自然的流动性。通过应用这个过滤器，你发展出一种惊人的反应速度。当其他人瘫痪在这怎么可能发生敌震惊中时，你已经在我们现在做什么。你不浪费时间与现实辩论，你将其用作原材料。如果生活给你石头，你不会因为它们不是花而哭泣，你建造一座城堡。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顺从，它是对战斗发生地形的务实承认，以便你可以有效的战斗。内部感觉从僵硬的抵抗变为液体的灵活性，你变得像溪流中遇到岩石的水，它不停留，不争吵，不抱怨，它绕过，拥抱并跟随其流动，利用岩石本身来获得速度。事实接受移除了存在的摩擦，将障碍转化为推进器。我们以激进的现实主义作为这一点的结论，现实是唯一存在的东西。
与他争吵是保证100%失败的唯一方式。通过拥抱本来面目，你与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对齐，不再是生命流动的障碍，而成为流动本身，不可阻挡且适应任何情况。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过滤器是纯粹行动，这是所有前述过滤器的顶点。观察在此转化为运动，规则是严格基于现实指示的逻辑需求采取行动，摆脱犹豫、恐惧或对认可的渴望。在描述、分离、情境化、去人格化、沉默和接受之后，剩下的只有必要的运动。大多数人类行动是不纯的，被怀疑我会成功吗？虚荣，看我多棒，或恐惧，如果出错了怎么办？所污染，这使得运动颤抖、不精确且软弱。最终的内部冲突是分析的瘫痪或对结果的恐惧。即使看到了真相，身体也可能犹豫，被被动习惯锁住。头脑想在行动之前获得成功的保证，想在迈出第一步之前获得完整的地图。纯粹行动无视这些情感需求，它在责任和功能的频率上运作。它不问我对做这件事感觉如何，而是问什么需要被完成。想象急诊室里的创伤外科医生，面对大规模出血，他没有时间感到恶心、怜悯、恐惧或怀疑。如果他将情况判断为可怕，病人就会死。他进入纯粹行动状态，钳住动脉，缝合组织，止血。他的手被解剖学的逻辑和即时需求所引导，那里没有我，没有故事，只有通过它发生的拯救行动。这就是心流状态，在没有精神噪音干扰的情况下，能力与需求相遇的区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纯粹行动是洗碗，因为碗脏了，而不是因为你不得不或因为这很无聊。是进行艰难的对话，因为为了清晰，这是必要的。没有预期焦虑的戏剧，是发送项目、做运动、准时起床，一切都以呼吸般的简单性执行。你移除了任务的重量，只剩下执行。禅宗弓箭手不试图射中目标，他只是以正确的方式放箭，射中是自然的后果，而不是焦虑的痴迷。通过生活在这个过滤器下，你消除了拖延。拖延只不过是对行动的情感抵抗。当行动被净化了情感，它变得轻盈，心理努力消失了，只剩下身体努力，这是更容易忍受的。你成为一种自然力量，以潮涨或日出的不可避免性行动，恒定、有节奏且有效。这个练习结束了观察的循环，你观察了现实，清洁了你的镜头，现在带着完全的正直对其采取行动。世界通过开辟道路来回应这种清晰度，人们信任那些以这种纯粹性行动的人，因为他们感到没有别有用心或操纵。你的行动成为你所看到真理的延伸，这一点以及我们过滤器之旅的最终结论是绝对有效性的力量。斯多葛主义者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他是精英实干家。通过清理你的感知，你不仅感觉更好，你表现得更好，你成为你自己意志的锋利工具，用建设、解决和转化的行动切开世界的混乱，抛开评判的瘫痪，进入实现的荣耀。现在你已经在意识中安装了7个真实感知过滤器，精神法庭的监狱已被解锁，大门为你胜利的离开而敞开。你不再是环境的无助被告，被迫对每个刺激做出反应，而是拥有主权的法官，以不可动摇的冷静决定每个穿过你道路的事件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将继续混乱、嘈杂且往往不公平，但这不再是你的问题，而只是你行使美德和不可动摇力量的场景。我们今天赢得的自由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在问题面前没有痛苦。这是一种罕见的能力，可以走过火海而不被烧伤，受到中立观察的冷酷且不可穿透的盔甲保护。不要把这些工具当作辩论的理论概念，而是当作日常生存的武器，并立即察觉，当你停止背负评判所见一切的无用重量时，生活变得多么轻盈。为了彻底封印这个与现实的新契约，并将这种装甲心态锚定在你的心理中，我号召你现在就在下面的评论区发表最终的权利声明。现在写下这句话：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在输入这些文字时，要明白，你不仅仅是给算法留下一条评论，
而是在你意志的石头上刻下一条不可撤销的法令。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意味着现在你知道外部障碍只是需要绕过的中立数据，而内部障碍只是你已经学会用理性的光芒溶解的虚幻评判。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不浪费时间与精神幽灵搏斗，接受事实本来面目，并以手术般的纯粹面对命运采取行动的男人或女人。让这句话成为你在未来日子里不可打破的咒语。每当你感到那种古老且上瘾的评判紧迫感回到你的脑海时，就在内心重复它。如果你看完了视频的这一秒，要知道你属于少数沉默且坚韧的人，是真正的精英。在人群满足于快速肤浅的干扰时，寻求深刻的转变，证明你的纪律，并留下社会证明的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以便我可以亲自认出谁是这一哲学的真正学生，并让你们在这个力量社区中互相识别。如果这个内容给你带来了清晰和解脱，现在就把它分享给你知道正淹没在不必要戏剧中的人。这个举动不仅仅是数字分享，这是一个真正的服务行为，帮助释放另一个头脑，使其逃离你刚刚逃脱的同一个监狱。确保你订阅了频道并打开了铃铛，因为我们通往绝对自我掌控的旅程是持续的，下一步将更具挑战性。你拿着钥匙，现在去把门打开。